女孩怎么也没想到，她所写的小说世界竟然是真实存在的。在亲手缔造了一个极其残忍但结局悲惨的反派后，她完结了小说。可她没想到，笔下的反派不仅拥有了自我意识，还找到了女孩。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将她锁进由女孩自己构筑的牢笼里，然后咬破了女孩的指尖。要么亲手写下我们的婚礼，要么你就变成永生的标本。此时女孩才惊觉，她笔下的反派竟然在强制执行其结局。当女孩推开生了锈的地下室房门时，手中的手电筒瞬间切开眼前的黑暗，随着霉味裹着肉类腐败的酸臭味涌入她的鼻腔，她的喉头泛起胆汁一片苦涩，惹得她止不住干呕。她只好捂着鼻子，顺着台阶一步步往下。再看见前方帆布下盖着的不明物体，她在边缘处看见了露出半截白骨化的手指，手指处还带着一枚闪亮的钻戒。陆太太瞪大了双眸，抑制住了想要尖叫的冲动。她脚步凌乱，不停往后撤，却在手电扫到另一边时猛然愣住。只见上百个福尔马林罐整齐排列着，每个罐子里都悬浮着婴儿的手掌。陆太太突然意识到，她梦到了自己笔下的犯罪现场。在她震惊的同时，无数婴儿手掌忽然动了，指尖一一指向了她的身后。在陆太太转身时，手里的电筒撞上某种坚硬的物体，她突然感觉到一阵热气，借着微弱的光线，她的余光看到一只手抚上她的脸庞，而另一只手挽住了她的腰。你终于来看我了。身后的人将头放在她的肩膀，我好想你啊。那人将她抱推着来到那张血腥斑驳的木床，刚刚那具冰凉的尸体正隔在她的后背。陆太太意识到不对，伸手反抗，挣扎间，她抓破了对方的脸颊，随即男人传来一阵低声的谩骂。陆太太发了疯的挣扎，她的纽扣被扯烂，其中一颗掉落在床底。紧接着，女孩惊恐地睁开了眼，她下意识看向自己身上的衣物，完好无损。她长长松了口气，还好，只是噩梦。她来到了书桌前，打开了一个多年没有打开的文档。地下室，数以百计的福尔马林罐，地下埋葬的恐怖胎囊。刚刚梦中的场景毫无疑问正是他笔下反派的犯罪现场。说是反派都委婉了，那是一个变态的连环杀手。他最喜欢的事是虐杀孕妇，将人绑在手术台上，硬生生的开膛破肚，取出成型的婴儿。他觉得是这座庄园不干净，因为自从他来到这里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遇见这个变态的噩梦，梦境更是一次比一次真实。至于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庄园，则是他姐姐的手段。他家本是普通家庭，早些年住在交通不便的乡下，在与姐姐先后考上大学后，来到了人才济济的江城。姐姐在江城打拼的这些年里，靠着美貌一步步往上爬，实现了多阶层的跨越。这过程可以说是努力，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姐姐嫁的也不是一般富豪，永业蓝血亭是这座庄园的名字。蓝血一词源自西班牙语 sangre， 用于形容纯正西哥特血统的西班牙王室。高攀可以，但她们两姐妹或许有些过于高攀了。自从住进这座庄园后，陆太太没一日安宁。姐姐嫁的是一个可以当他们爷爷的老头，家族儿女众多，每天过得腥风血雨。虽然姐姐有作为小妈的身份，但自从老头死了之后，根本没人把她放在眼里。所以若没必要，陆太太绝对不会和他们碰面。但今天老头的大儿子要回来了，所有人都必须出门迎接。老头最中意大儿子，从遗产的分割就能看出来，90%都是他那个大儿子的。家族企业更不用说，早就已经完全掌握在那个大儿子手中，甚至可以说整个庄园的人都是看他脸色吃饭的，一个二个谄媚的不行。所以当陆太太收拾好下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整整齐齐的候着了，甚至穿着打扮比去参加晚宴还要讲究。10分钟后，一排排黑色轿车整整齐齐的开了进来，在其中一辆纯黑色车门推开时，带起的气流更是惊散了主楼台阶上的歌群。男人的出现让所有人的声音瞬间消失，随着男人越来越近，陆太太抬眸看向了眼前的男人，可就在看清的瞬间，陆太太瞪大了双眼，她心脏一抽，眼前一黑，竟晕了过去。老头的大儿子叫做沈西木，是雷神公司历年来最年轻的总裁，同时他还继承了他母家最大的产业，据说是做生物研究的。听说他自身就用生物科技进行过基因编辑，从出生起就被点亮了2个天赋技能，强化记忆和学习能力，甚至于他4岁时就会6国语言，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在种种的光环下，就连那出色的容貌也只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但陆太太的晕倒并不是因她的光环所赐，更不是被那盛世美颜给迷晕了，而是在她看见沈西木的第一眼，竟与自己噩梦中的那个男人容貌重合了。在她的设定中，那个变态同样拥有一张妖孽般的脸，可她之前从未见过沈西木。在抽象具体的那一瞬间，她仿若遭到了雷击，特别是在看到脸上那道清晰的血痕，正好和她在梦中挣扎时用指尖划破对方的脸所重合。陆太太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床上，姐姐在床边一脸担忧地看着她。医生来看过了，说你有点低血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陆太太抓住了姐姐的手，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姐姐，我想去请个道士。姐姐一听脸上更担忧了，怎么回事？也没发烧啊？你是不是最近又在写什么奇奇怪怪的小说了？从初中开始，陆太太就喜欢写悬疑小说，因为稿费还算可观，所以大学毕业后她一直没有找工作。在同龄女生爱看言情小说的时候，她就喜欢柯南道尔、斯蒂芬金、阿加莎系列，整天就跟各种密室杀人碎尸案打着交道。姐姐一度怀疑过她的精神状态，你是不是太入戏了？不行，我去问问肖医生有没有空。姐姐起身走到窗边去打电话，期间仍不忘念叨：我们现在不差钱，你少写点那些对心理不健康的东西。上次你还为了写故事去住凶宅，你真就不怕有个所以然吗？一听这话，陆太太感觉自己发现了问题所在。对了，说不定就是去住了凶宅后，我染上了脏东西。我先订张机票。听小雅说，在青城山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道士。陆太太一边说话一边拿着手机准备订机票。姐姐约了肖医生下午过来。挂断电话后，她来到陆太太身边：你少在那里神叨叨的，传出去了不怕被人笑话。今天下午心理医生就来了，到时候你和他多聊聊，缓解一下压力。而且你早上捅的篓子，我还得去给你擦屁股。真是的。姐姐无奈转身，随后房门砰的一声关了。陆昭昭叹息一声，转眸看向窗外，道路两旁的蓝色鸢尾花在风中摇曳。永夜蓝血亭的名字还有另一个含义，老头已逝的原配夫人最喜欢蓝色鸢尾花，是整座庄园里经久不败的花。夫人逝去很多年，那老头虽然又另娶过几任妻子，但整座庄园里也只能看到老头与原配夫人的照片画像。到了下午，肖医生来了，他们之前也有聊过几次。肖医生神情平静，笑容和适，这次听起来像是鬼压床。陆太太瞬间像是找到了
了知音，对，我肯定是撞鬼了。但肖医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语气柔和，睡眠瘫痪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此类人群通常生活压力过大，作息时间不规律。停，肖医生，你别给我说这些了。面对陆太太的打断，肖医生没有露出任何不适，反而话锋一转，大多数患者伴有一种或数种其他症状，其中包括猝倒症。我听说陆小姐今天早上突然晕倒了。肖医生拿出本子，猝倒症、睡瘫症和入睡性幻觉又称为发作性睡眠4联症。肖医生仔细地给他解释各种症状。陆昭朝越听越觉得对上了，瞬间心情大悦，哈哈哈！所以我只是神经病啊，不是中邪了耶。肖医生表情没有变化，陆小姐挺好的，和以前一样幽默呢，你不用太担心，注意睡眠，多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好了。陆昭朝笑嘻嘻地送走了肖医生，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也觉得兴许是这段时间太过劳累，搞得自己神经敏感。最近的江城正值雨季，和昨晚一样，夜幕降临时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陆太太洗完澡，吹完头发，坐在床边打开了一个最新的恐怖手游。这款游戏的 CG 动画做得极为逼真。突然的贴脸杀吓得陆太太手一抖，手机顺势掉到了床下。趴下后，她神情猛然一滞，再将手中的纽扣拿起来仔细一看，她瞬间脸色惨白。大半夜的，陆太太把姐姐拉到了卧室，语气急促：“我跟你说，昨晚在梦里有个男人扯坏了我的衣服，衣服的纽扣全都飞了。当时我就是穿的它。”陆太太指了指自己的睡衣，又示意手中的纽扣。或许那不是梦呢，在现实里，那鬼也在扯我的衣服，他让我没有办法醒来。这之后，他处理犯罪现场，清理了其他掉落在周围的纽扣，但唯独遗漏了床底下的这一颗，并且为了隐藏痕迹，让我误以为自己在做梦，还给我换了一件完好的睡衣。你知道的，我的睡衣都是你给我买的，每个款式都有2件。说着，他跑到衣柜前，另一件睡衣肯定已经不在了。然而话音未落，另一件竟然找到了。姐姐揉了揉太阳穴，走到了他的身边。好了，这不是还在吗？我明天把肖医生叫过来，我看你的病比他说的严重多了。陆太太神情焦急，姐姐，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姐姐黑着脸，你要不要听听你刚刚都在说些什么？你就是写小说把自己写成了神经病。陆昭朝突然一声大吼，姐姐，你看我刚刚说的没有问题。陆昭昭大吼一声，倒是把姐姐给吼住了。姐姐神情一沉，接过他手中的睡衣，怎么不挺好的吗？就是我给你买的，这还是限量款的睡衣套装呢。陆太太把手心摊开，将那颗纽扣递到姐姐面前。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她手中的睡衣完好无损，这颗纽扣明显是多出来的。姐姐瞬间神情凝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她买的限量款，全国都不多，纽扣甚至是用纯金打造，格外精致。陆太太垂眸，姐姐，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该相信什么鬼怪之说，并且如果那真的是鬼，她未免做的有点太多了。为了不让她怀疑，为了让她以为是在做梦，再扯烂了她的睡衣。收拾完犯罪现场后，那鬼还从世界各地搜罗到了一件同款睡衣，难不成是有人潜入了我的房？话还没说完，姐姐一把捂住了她的嘴，小声点，这是蓝血婷，这是沈家，这怎么可能？陆太太拍开了姐姐的手，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姐姐将睡衣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最后怀疑地看着她，扣子真的是在床下捡的。陆太太深吸一口气，闭眼指向门外，滚！姐姐气得跺脚。陆太太睁开眼时，声音哽咽，姐姐，我也知道这一切不可思议，而且很多疑问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梦还是现实。你不知道姐姐，我第一次梦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是远远地看着我，第2次他就靠近了，今天则是出现在了我的身后。刹那间，陆太太情绪崩溃，姐姐伸手将她揽入怀中，你别怕，有姐姐在，今天晚上姐姐陪你一起睡好不好？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两姐妹坐在黑暗的角落中，相拥在一起。当晚，姐姐带着陆太太去了她的卧室睡觉，一整夜睡得不怎么好，但也没做噩梦。第2天一大早，肖医生来了，陆太太知道姐姐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关于纽扣的事以及那些荒唐的猜想，陆太太隐瞒了下来。她对肖医生说，她又被鬼压床了，一次比一次恐怖。肖医生脸上还是那副冷静平和的笑容。我遇到过类似的案例，有些人会在睡梦中做一些举动，而那些举动能多多少少能解释他们的病症。我建议陆小姐你先买个摄像头，下次做噩梦时也可以通过你的举动来分析，你看怎么样？可以啊，这个建议很好。肖医生又问，你每次做噩梦时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呢？好像每次都是在下雨的夜晚，这算吗？当然。还有吗？还有我一个人睡的时候。肖医生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还有吗？他摇了摇头，送走了肖医生。当天下午，他准备了几个针孔摄像头，确定没有任何死角后，准备下楼放松一下。这时沈家几个兄弟姐妹们正聚在客厅一起喝茶聊天，这种场面他要出去免不了一阵尴尬。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忽然听见沈青书问了句，木哥哥，你的脸怎么了？陆太太停住了脚，仔细听。很快他听到了对方回答，被一只小野猫抓的。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沈西木的声音，温柔磁性，是有辨识度的声音，和他梦中那个男人阴郁的声音完全不同。但他的回答显然很有问题。沈青书听后连忙就问，野猫哪里来的野猫？聪明的沈青夏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叔叔，你不是说周末的晚宴要请几个朋友过来吗？你给我一个确定的名单吧，我好发邀请函。说话时沈西木的手机响了，他起身出门离开，眼见听不出个所以然，陆太太转身从侧门走了出去，一路往西20分钟，有一片森林，这里的树木长得格外茂盛，是片被迷雾笼罩的黑暗森林，宁静又深邃。陆太太平日最喜欢来到这里寻找灵感，她伸展双臂，微微扬起头，忽然密林深处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她立即屏住呼吸，侧耳聆听，是铁链拖拽的声音。她瞪大着眼，死死地盯着前方，随即往身后看了过去，在看清男人的面庞后，她瞪大了眼睛。突然，她被脚下不明的凸起物绊倒，土壤里埋着无数半透明的囊体，每个囊体中都蜷缩着一个又一个娇嫩的婴孩，正对着她微微浅笑。随着尖叫声划破黑暗的森林，她再也没有力气站起，她陷入了绝望。很快，一条冰冷的铁链勒住了她的脖颈，窒息和恐惧让她止不住的流泪。就在她觉得自己即将被勒死的时候，铁链忽然松开，她狼狈地趴在地上，大口喘息。男人将头抚在她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吐入她的耳畔。我以为你胆子很大呢，结果这么不惊吓啊。他一只手正在温柔地替她拭去脸上的泪。你不是喜欢这么恐怖的场景吗？怎么还哭了？是太感动了吗？伴随着泪水，她绝望地吼道：“你究竟想干什么？”他抚在她的脖颈间浅笑：“我想让你怀上我的孩子。”女孩
孩怎么也没想到，她所写的小说世界竟然是真实存在的。在亲手缔造了一个极其残忍但结局悲惨的反派后，她完结了小说。可她没想到，笔下的反派竟然找到了她，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得到一个属于她的孩子。可反派不知道的是，在女孩的小说设定中，她压根不举。所以当陆太太睁开眼时，男人已经消失了。不知不觉中，她晕倒在了森林里。这时天空又下起了雨，陆太太连忙检查身体，还是没有任何的异样。所以真的只是梦吗？她再一次梦到了自己笔下的场景。在她所创作的故事中，反派会把胎儿取出来，做成孕育在母亲肚子里的模样，埋在森林里。而这么做的原因却是她在用自己的方法孕育婴儿。陆太太能猜到男人是想要让她怀上他的孩子，但是在她的设定中，那个男人不举。或许这就是她一次又一次想要得到他却又戛然而止的原因。但她显然没有放弃尝试，每一次梦见那个男人对她的触碰都在更进一步。陆太太回到了卧室，开始回顾最近频频发生的诡异噩梦，是在她住进庄园后才开始做的，并且是下雨的夜晚，以及在她的卧室。她以为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今天下午，事态又进一步升级了。她明明刚把卧室里的监控装好，等着敌人自投罗网，但现在就像那个男人在对她叫嚣，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陆太太看着手心中的纽扣，她开始分不清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了。不管怎么想，她始终觉得这个庄园有问题。她要准备离开一段时间，可刚出卧室就看到姐姐坐在沙发上等她，手里拿着一个白条状的东西。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见姐姐那一脸神秘又忍不住开心的样子，陆太太好奇地拿起她手中的验孕棒一看，2条线。陆太太瞬间呆愣在了原地。我已经快3个月没有来大姨妈了，想着测一下，没想到还真的中了。陆太太苦笑一声，太太，你愁眉苦脸什么呢？这是好事啊。陆太太深吸一口气，我在担心上一次姐姐你怀孕胎死腹中的原因还至今未明啊。姐姐神情严肃，所以咱们先保密，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太太，在这个庄园里，我只信任你一个人，有你陪在我身边，我就放心多了。陆太太其实也有事要讲，可离开庄园的话都到了嘴边，又活生生的憋了回去。太太，明早你陪我去一趟医院吧。次日，姐姐特地选择了一家她朋友开的私人医院。根据检查，姐姐已经怀孕10周，指标一切正常。做完检查回去已经傍晚了，陆太太也准备休息。可就在这时，楼上忽然传来了姐姐的尖叫声，声音急促，也不算大，但她还是心中一紧，转身就朝着楼上冲了上去。3楼以上是沈西木的住处，是所有人的禁区，若无安排和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上去。姐姐去干什么？来不及思考，陆太太已经冲上了4楼。她一眼就看到了摔倒在地的姐姐，身边散落着一地的水果。陆太太跑到姐姐身旁，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只是不小心摔倒了，地毯很厚，不疼。摔倒前我过于害怕了，所以才。姐姐说着，眨眼暗示她。可故人心切的陆太太没有注意到姐姐的暗示，她把姐姐扶起后，话语满是担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语气急促，神色慌张。也在这时，她才从这诡异的气氛中察觉到了什么，转身回眸，就看见沈西木正靠在书架旁静静看着他们俩，似乎是察觉到了陆太太的目光。她把书放回了书架，摔倒而已，是不是过于紧张了？不咸不淡的声音让陆太太听得升起一股无名火。沈西木还在继续，我怎么不知道小妈这么娇贵？她在宽敞的沙发坐下，瞥着满地的水果，皱了皱眉，捡起来啊，语气平静，却带着高高在上的命令。一位姐姐刚有所行动，陆太太连忙拉了拉她，姐姐，我来吧。沈西木冲姐姐扬了扬下巴，你来。姐姐悄悄掐了掐她的手臂，陆太太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弯着腰，一颗颗拾起满地的水果。她穿着睡衣，这样弯着腰去捡，那春光总是时不时展现。陆太太默默注意着沙发上的男人，她觉得姐姐和沈西木的关系有点不正常。姐姐以前给她说过，她与沈西木的交集不多，彼此还算相敬如宾。可现在这样真的算吗？姐姐很快把掉落在地的水果捡了起来。就在陆太太以为沈西木会继续为难时，她却平静地说了声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说着还对他们笑了笑，温柔地道了一声晚安。然而陆太太回去后还不到10分钟，手机就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来电。接通之后，对方就2个字上来，她立即就听出了对方是谁，不由得抬眸看了看楼上。她刚回来，沈西木又让她上去干什么？下一秒又收到他发来的一张照片，打开一看，惊得陆太太连忙起身。几分钟后，她出现在了书房里，沈西木坐在沙发上，她面前摆放着姐姐建档的资料卡，资料卡上的信息并不多，只有医院的名字、姐姐的姓名和档案号。她是身患什么绝症了吗？陆太太垂着头站在那里思索良久，最终决定直接坦白，我姐姐怀孕了。正在喝水的沈西木被呛得直咳嗽，随后意味深长的抬眸看她，她起身拾起资料卡走到她面前，我欣赏你的坦诚，做个交易吧。在这之前，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男人挑眉，什么问题？陆太太看着他白皙脸庞上那条还未散去的抓痕，这个抓痕是谁抓的？此话一出，屋内陡然沉默，眼前的男人突然直勾勾地盯着他，不是你抓的吗？陆太太双眸瞬间瞪大，随后她慌乱地往后退。沈西木走了过来，没等陆太太开口，他严肃地说了句，看你这个反应，难道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陆太太稳定住自己的身体，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四目相对间，目光里皆是试探，彼此都在用尽全力地想要透过这双眼睛看到点什么。陆太太先开口，你都做了什么梦？随着沈西木的描述，陆太太发现他竟然在和沈西木做着同样的梦，梦里的场景以及彼此之间说过的话都一模一样。沈西木说，在他的眼中，他就像一个猎物，他全程都可以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陆太太愤怒地质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对我做那些事，说那些话？沈西木眨着眼很无辜，那是梦啊，你在梦里能控制自己吗？陆太太皱着眉，我可以控制自己啊。沈西木喊冤，我怎么不能啊？还有，凭什么你在梦里对我造成的伤害在现实中也会出现啊？说着他摸了摸脸上的
抓痕。陆太太接着问：“那在梦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沈西木摇头：“不知道，但在梦里我好像很想得到你。”他过于严肃的表情配上这段话，瞬间让刚刚紧张的气氛变得奇怪了起来。此时的陆太太正在接受刚刚那些话庞大的信息量，脑子里一片混乱，呆呆地看着沈西木。沈西木赶紧避开了视线，轻咳一声：“我是说，梦里我不能控制自己。”陆太太没有回答，她低着头，内心越发不安。明明发现了这么大的线索，可为什么却觉得事情越来越乱了？沈西木有点局促，马上又是一句对不起。陆太太一愣，抬眸看他，犹豫片刻后，决定告诉他真相。其实那个人是我小说中的一个反派。在陆太太简短地描述了反派的人物设定后，沈西木听得脸色惨白，靠在沙发上沉默了良久，直到窗外传来一阵巨大的雷声，随即下起了大雨。现在彼此都知道雨夜意味着什么，但陆太太转移了话题：“你刚才说的交易是什么？”沈西木咬咬牙：“我反悔了，不想说了，可以吗？”陆太太直接起身：“那等你想说了，告诉我吧，我会答应你的。”沈西木起身想说些什么，但陆太太头也不回地走到了卧室。不一会儿，她收到了沈西木发来的消息：明早8点，肖医生来我书房，记得过来。第二天，陆太太准时出现在了沈西木的书房。很快，他俩就把最近做的梦给肖医生说了。在沈西木描述时，陆太太发现，哪怕在同一个梦里，角色不同，所看到的东西也会完全不同。在梦中的他对环境记忆深刻，但沈西木不同，在他的陈述中没有说到恐怖的地下室、装满婴儿手掌的福尔马林罐等等，他基本都在说：“我看到他很害怕，他在逃跑，我抱着他，我想看到他害怕的样子。”描述中句句不离他，所以没等肖医生开口，陆太太便问：“所以你在梦里能感受到他的情绪和想法，对吧？”沈西木摇头：“大多时候不能，我基本靠猜。”肖医生抛出了一个疑问：“那你怎么确定那就是你呢？”沈西木指了指自己脸上：“他抓我，我能感觉到疼。”肖医生继续：“除了疼，你还能感受到什么吗？”沈西木蹙着眉。肖医生接着引导：“比如你抱着他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体温吗？你把他推倒的时候能感觉到兴奋吗？”沈西木抬眸默默看了肖医生几秒，随后他坦然答道：“能感觉得到。”肖医生点了点头，继续发问：“陆小姐，刚刚有提到那个变态性功能有问题，沈先生，这是你感觉到了吗？”沈西木垂下头，沉默良久，最终叹息一声：“好像能感觉到。”陆太太听后站起身：“哈哈哈，我果然猜对了，还好我给了他这样一个设定，要不是他布局，他肯定早就……”眼下的人打断了他的话：“在你的设定中，他应该不仅布局，肯定还不懂得怎么恋爱吧？”“对啊，他心里有问题，是个变态，他懂个屁，所以他才那样对你。你要是把他写好一点，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拜托，他是连环凶杀案的凶手，不把他写变态一点能行吗？”“对，所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沈西木，你什么意思？你是在帮罪犯说话吗？肖医生连忙出言制止他们的争吵：“陆小姐，请您坐下好吗？”陆太太哼了一声，狠狠地坐在了沙发上。“沈先生，你确定之前从来没有看过陆小姐的小说吗？”他冷冷的：“我怎么可能看过？”语气带着显而易见的嘲讽。肖医生打量着书房：“沈先生，您的图书数以万计，我听说你一天就能看很多本书，有没有可能看过类似这一系列的恐怖场景？应该很多悬疑小说里都会有的。”他点了点头，阴阳怪气的：“有看过，毕竟这些小说都是抄来抄去的。”陆太太转头骂了一句：“沈西木，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肖医生抬了抬眼睛：“陆小姐，你的那本小说有出版过吗？”陆太太有些不自然了：“以前发表过，但因为血腥暴力被下架了，网上没有，纸质版更是没有。”刚说完就传来一阵嗤笑。陆太太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说，沈先生真的没看过？”沈西木补刀：“谁会看那些没营养的东西？”陆太太忍不了了，再次起身：“沈西木，你够了！我那小说就是剧情写的血腥暴力了一点，要改的话完全可以出版。当时他在网站很火，并且我的三观主线没有问题。那反派最后的下场很惨。”沈西木笑了笑：“那反派是不是很多人喜欢他？你说一个变态杀人狂，你把他写得那么完美干什么？你给他提供了优越的家庭背景，你给了他一张帅脸，还优雅冷静。一个变态，你为什么写了这么优点，故意让这么多人喜欢？这难道还不是利益不明、三观不正吗？你被封的一点也不冤。”陆太太想要反驳，沈西木陡然起身：“我知道他为什么找到我了，是因为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陆小姐，是你害了我，以及你自己。”一时间，陆太太无话可说。肖医生看着眼前对峙的二人，无奈叹息一声：“今天的心理治疗结束了。肖医生接下来1周内每天都会来，但从之后会分开治疗。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雨夜。”但陆太太没有再做噩梦。不过现在陆太太不再那么害怕了，因为这件事似乎不再是她一个人孤军奋战了。现在有了2个战友，她的心情也终于没有那么沉重了。可就在她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肖医生递给了他们一张名片。看到上面的名字和头像，陆太太瞬间傻眼了。名片上竟印着一名道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肖医生开口：“我这边对2位的治疗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建议你们去找一找他。”陆昭昭和沈西木2人看着手中的名片，眉头紧蹙。肖医生总结这段时间的治疗成果：2个人梦到相同的梦，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有多重解释。但首先，这2人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有紧密的联系，但您2位显然不是，甚至在没有这个梦境之前，你们都从未有过任何交集。而排除这个现象，还有几种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心理共鸣。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类共享的潜意识层面包含某些主题记忆，这种共享的潜意识可能让你们在梦中体验到相似的幻想。再比如潜意识同步，但这些理论目前都缺乏科学证明。越听陆昭昭越恍惚，所以真撞鬼了。他一脸不解地看着肖医生，肖医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专业笑容：“陆小姐不用想太多，这位道长德高望重，而且这个年代道长通常都能为人指点迷津。”陆昭昭半信半疑，沈西木沉默不语。见他们仍面露难色，肖医生转言又道：“青城山这个地方很美，2位就当去度个假，放松心情，说不定回来之后都好了。”沈西木把名片放在了桌面：“抱歉，我很忙，原本3天前就该走的，已经耽误太久了。”这声抱歉是给陆昭昭说的，但这个梦说到底是因他而起，他能配合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陆昭昭强颜欢笑：“没关系的，最近这几天每天晚上都在下雨，但我已经没有再做那个噩梦了。”说不定。肖医生打断了他：“那是因为沈先生这几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吧？”陆昭昭诧异地看向沈西木，这才发现尽管沈西木把自己整理得一丝不苟，也掩饰不了他眼底那层的阴影。肖医生继续：“陆小姐，你每次进入梦境时，都是在沈先生提前
进入睡梦中的时候，前几次是夜晚，并不稀奇。而那天陆昭昭在森林里进入梦境的时候，沈西木正在去往公司的路上，由于疲惫在车内睡着了，所以我们推断，只要下雨的时候，沈先生进入梦境，就会把陆小姐强制拉入同一个梦境。肖医生拿出手机对着陆昭昭，上面赫然显示最近1个星期都是下雨天。陆昭昭站起身来，这样吧，沈先生去忙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去青城山就好。他转身看着沈西木，你不用管我，那个变态他顶多吓唬我，又做不了其他的。眼下的男人缓缓抬起头，看向了他。陆昭昭冲着他自信点头，意思是我很强，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但最终结果，两人准备一同前往。决定好后，二人商量行程。此次行程是绝密的。陆昭昭只给姐姐说她最近压力有点大，需要和朋友出去度个小假，还能赶在姐姐下一次去产检的时候回来。沈西木就更简单了，他离开，所有人都会以为他是回院过了，毕竟他长期定居的地方并不在蓝血体。接下来就是6个小时的车程了，前4个小时都是在陆昭昭睡梦中度过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做美梦了，醒来的时候还有点流连忘返，回头看见身旁的男人还在忙着工作。那个，我想去洗手间。他们的车已经在这条隧道里堵了很久，一直不见动。司机转过头，笑呵呵地说道：“陆小姐，你去吧，我开这条路很多年，像现在这个情况不堵个2、3个小时是不可能的。”陆昭昭下车一看，前前后后全是车，他们此时正堵在隧道中间，在这里是不可能方便了。他叹息一声，刚准备走，突然听到沈西木的声音：“等我一下，我也去。”出了隧道后，外面正下着暴雨，这里一边是山，一边是湍急的河流。陆昭昭撑着伞，但脆弱的伞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如此大的狂风暴雨。没一会儿，他身上就湿透了，温度本来就低，这一下给他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很快找到了一个黑暗隐蔽的角落，解决了难题之后，他回到约定好的地方等沈西木。但这时地底忽然传来类似巨型齿轮转动的摩擦声，岩壁上细小的碎石开始簌簌滚落，远处山巅竟腾起诡异的灰雾，数万吨泥浆混着磨盘大的岩石从断层处喷涌而出，霓虹流迅速俯冲而下。事情发展的突然，陆昭昭大脑一片空白，吓得脸色惨白。忽然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然后他听见那人在暴雨之中大喊：“快跑！”陆昭昭陡然回过神，转身跟随着那人的脚步狂奔，直到他跑得精疲力尽，膝盖一软，他跪倒在地。前方的人转身回来将他抱起，他埋头躲在那人的怀里，浑身都在颤抖，脑里重复着一个声音：要死了，要死了，他要死了。他开始听到周围传来的尖叫声、惊呼声、求救声、哭泣声，似乎整个世界都被绝望包裹。不知过了多久，声音突然消失了，他这才小心翼翼地查看周围的环境。他们上了一辆大客车，车内的人都是一脸惊恐的模样。这个时候才发现，拉着他跑的沈西木同他一样，已经浑身湿透了。他将他放在座椅上，替他理好凌乱的湿头发，随后在他面前蹲下身：“受伤了？”陆昭昭想要回答，却发现自己的牙齿都在打颤，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脚突然被人抬起，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崴了，并且红肿的不行。这里是高原地区，受伤流血是很严重的事。旁边的人见状，纷纷向他们递来各种止血的东西。几分钟后，他流血的症状止住了。车外的狂风大雨渐渐变小了，前方的泥石流也没有再传来声音。有人下去打探情况，互相交流着情报。有人说：“我们被堵死在这里了，只能等待救援。”那边还塌了一个隧道，隧道里的车全被活埋了，后面也被堵了。我们在中间，也不知道安不安全。他们刚刚就是从那个隧道里出来的。陆昭昭想起了那个司机，那是沈西木雇的一个当地司机，那个中年男人笑起来一口白牙。陆昭昭对他的印象还挺好的。据说在这个地方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都是常有的事，只是像规模这么大的很少。行李都在车上，他们现在除了手机其他都没有。好在车内有好心人给他们提供了换的衣服。直到雨彻底停后，人们都陆陆续续下车去寻找出路了。据说有一条小路可以穿过山出去，但陆昭昭已经彻底走不了路了。看着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下车，陆昭昭越来越慌，回头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沈西木，刚要说话，就见他也转过头来看着他：“你是不是想说不要管你？”陆昭昭摇头，一把拽住他：“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可不能半途而废，不然你还不如当初把我扔在泥石流里，让我被活埋呢。”沈西木笑了笑：“你也间接救了我，不然我现在也和那个司机一样被埋在隧道里了。不是你也想上厕所吗？我那是借口。”陆昭昭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是为了陪我？”沈西木不置可否：“那你就是好人有好报。”沈西木看着他：“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是陪他们一起去找山路出去，还是留在这里等待救援？如果你想和他们一起，我可以背你，你背得动吗？”男人伸出手比了比刚刚抱他的姿势，很轻。陆昭昭看了看前方下车的人群，这种问题为什么要问我？沈西木盯着他，语气格外认真：“因为我总觉得你能救我。”陆昭昭不想坐以待毙，于是最终两人选择跟上大部队。天空的乌云看起来随时会下大雨，所有人都害怕再次引发泥石流，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于是走着走着，他们就掉队了，慢慢的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陆昭昭小声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沈西木停下脚步，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我能确定这条路我们没走过，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出去。”他找了一个平整的地方将陆昭昭放了下来，随后去找了一些还算干燥的树枝，升起了一团温暖的篝火。漆黑的四周，深山老林，还有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的泥石流。陆昭昭担心他们会死在这里吗？二人沉默良久，直到天空又开始下起了雨，雨下的不大，透过树叶落下来的更少。陆昭昭突然开口：“关于那个梦，有一件事我一直没给你们说。”他从兜里掏出那枚纽扣递给了沈西木。沈西木没明白，抬眸看着他：“怎么了？”陆昭昭把关于这个纽扣的事说了一遍。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梦来解释，但你脸上的伤和这枚纽扣不能。沈西木思索着点头。陆昭昭继续说：“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真的去过我的卧室？”沈西木上一秒还认同他的话，这一刻他神情陡然凝滞。陆昭昭依然平静地陈述他的猜想：“沈先生，其实我并没有彻底信任你和肖医生，因为我的梦是从住进蓝血亭才开始。我不了解你们沈家，但我知道我姐姐的孩子曾莫名胎死腹中。我知道你与我姐姐的关系不太正常，还知道在你父亲死亡前后这1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有些人意外身死，有些人莫名残废，还有一些人住进了肖医生的精神病院。沈先生，我总觉得你们蓝血亭不干净，就像有一只恐怖的大掌把整座富丽堂皇的庄园笼罩着，不论走到哪里，身后
都跟着不怀好意的魔鬼。说完后，沈西木忽然笑出了声。所以陆小姐，你现在给我说这些，是确定咱们现在活不了吗？陆昭昭盯着他，沈先生，你在逃避吗？他冷笑，我逃避什么？倒是你，你心里既然有了答案，又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去找道士呢？陆昭昭深吸一口气，你不打算回答我吗？我能回你什么？你刚才说的话全是陈述句，你只是在表达你的观点，我不想做出解释。那你的观点呢？我认为我们死不了。陆昭昭被他气得够呛。沈西木，我去找道士，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论我的对手是那个变态还是你，我都拿你们没有办法。你在梦里是施虐者，从头到尾危险的都是我。那个梦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可怕，你在装什么呢？你有那么在乎我的死活？有那么在乎那个变态最后要把我怎么样吗？据我所知，沈先生你是个完美的人，但你绝不是热心肠的人。为了一个才认识几天的人，可以几晚不睡觉，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陪他去找一个道士。陆昭昭是想信任沈西木的，可有些疑惑一直堆积在心里。在遭受了这一连串的压力后，他再也承受不住了。沈西木缓缓敛下了眸，陆小姐，我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和你一样，我每一次做梦都会更加深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快就能醒来，可到后来，我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从噩梦里挣脱。陆昭昭想起一次次突然结束的梦，原来每一次梦中场景的戛然而止，都是沈西木从梦里挣脱出来了。难怪那些梦一次比一次长，而我每次醒来后就会多一些想法，多一些沉沦。我感觉这样的梦若是这么一直做下去，终有一天我会真正的成为他。陆昭昭并不意外，甚至他觉得沈西木已经成为他笔下的变态了。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也是在试探沈西木是不是那个变态。沈西木说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我已经回答你了，我还在挣扎，我还在努力求生，我们都死不了的。陆昭昭恍然大悟，他终于听懂了之前沈西木说的，我总觉得你能救我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他的情况同他一样危险，那个变态正在想方设法的彻底取代沈西木。沈西木忽然偏头轻笑，如果我已经是那个变态，我现在就能让你怀上我的孩子。突如其来的玩笑让陆昭昭无从接招，瞬间就红了脸。他撇开头吞吞吐吐，流氓。他笑着纠正，我是变态。陆昭昭突然笑了，好了，小心眼儿，你放心吧，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能活下去。况且你这么厉害，肯定不会被他杀死的。沈西木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看了看彻底暗下来的天空。随着深夜的来临，陆昭昭睡意袭来。沈西木见状起身，走到他的身边坐下，睡一会儿吧，折腾了一天，陆昭昭早就扛不住了。那我眯一会儿，再换你。话音还未落，他瞬间秒睡了。沈西木侧眸看了看沉睡中的女人，伸出了一只手，接住了几滴雨水。今晚又是下雨天。当陆昭昭醒来的时候，已经雨过天晴了。男人侧靠在青苔石上，他的身上盖着沈西木的外套。他想起身，却又怕惊醒睡梦中的男人，不知不觉间又抬起眸看向了他。忽然远处传来阵阵人声惊动了男人，随后男人睁开了眼，警觉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陆昭昭立即闭上了眼睛，假装没醒，生怕被他发现他刚刚在窥视他。沈西木没有发觉，只是连忙叫醒他，陆小姐，快醒醒，有人来了。陆昭昭睁眼一看，竟是一支7人小队。